某天，我看着新闻底下密密麻麻的差评，无声叹气。写文赚生活费好难，在花式写文更是难上加难。这时，编辑私戳了我：“大大，你文笔非常好，但是你这些车实在太干巴巴，读者们的反应不太好啊。”抱歉，我有点不太会开车。那我建议你去谈个男朋友找找感觉，毕竟艺术来源于现实嘛。编辑的这个建议让我心里骤然一动。对哦，找个人谈恋爱，这样我写文时才不会卡车。思索片刻后，我掀开窗帘，温声问正干饭的舍友：“你知道怎么能快速找个男朋友吗？”舍友一怔，他是学校里唯一知道我真实性取向的人，但还是非常震惊。卧槽，冉冉，你要找男朋友？你终于不做咱文学系的高岭之花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还心虚的编了个借口。对，都大三了，怎么也得谈一个试试。你要是有合适的男性朋友，介绍给我吧。舍友啧啧打趣。就你这张脸，随便去楼下站着，不都有男生前仆后继和你搭讪吗？大学城里多少男童跪求你的联系方式？我摇摇头，没有心动的。舍友给我出了个主意：那你就网恋吧，下载个交友软件，只要相互喜欢，那就成了。但你注意不要和人奔现啊，我怕你被人卖了。我听了眼睛一亮，道谢后缩回床帘里，立马下载了一个同性交友软件，随手放了张没有露脸的照片，过审后就开始滑动屏幕。不得不说，这软件里的男生质量着实有些参差不齐，有磨皮磨到亲妈都不认识的，也有健身油腻男狂炫那火鸡般的身材，要不就是啤酒中年男。偶尔看到两个帅哥，结果照片上的网图水印都没去掉。滑了半天，我有些意兴阑珊了。刚准备退出这个软件时，一个名叫 Y 的男生跳了出来。照片是一张被人随手抓拍的背影图，角度十分清奇，但是挡不住男生优越的身形和衣品，背阔肩宽，连懒洋洋的垂在身侧的手都十分好看，十分戳我的 XP。 我又仔细瞅了瞅那个照片，没有水印，真人的可能性有点高。我满意的向右滑了一下，却发现他的资料页空白一片，只是 IP 地址让我有些熟悉。咦，和我同城？玩了半天，我在这个交友网站里只滑了 Y 一个人。正要无趣的睡觉时，交友软件忽的响了一下。有人和您互相喜欢了，快上线聊一聊吧。我懵了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内心大喜，网恋成功了。兴奋的上线时，这个 Y 正在线。秉持着礼貌的原则，我主动打了个招呼：你好呀。过了好半晌，那头才回 Y， 这什么？同性交友软件呀，我们配对成功了。Y 又不说话了。我撇了撇嘴，一时间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。片刻后，这个 Y 终于又吭气了。Y， 我朋友拿我手机瞎弄的。我一噎。所以这个网恋不作数吗？ Y， 网恋 Y， 网恋不都要发照片吗？你发我看看。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句话是在打趣我。我问了问舍友要不要发自拍，舍友说想发就发。好像网恋确实是需要看照片的。于是我从相册里挑出一张比较清晰的正脸照片发了过去。这个 Y 估计是正在看手机，下一秒他就发来了一堆话。Y， 这是你 ？Y， 你从哪里偷的照片？怕被误认成网图，我急忙回复：是我本人。这个 Y 还不信，非让我拍个指定动作。我拍了，再次听话的给他发了过去。Y 却好半天又没回我，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，甚至对自己那张还算不错的脸都产生了疑惑。唉声叹气的准备换个人网恋时，这个 Y 才回了一句话： Y， 继续网恋，不准分手。我和 Y 网恋了。他直接要了我的微信，并让我把那个同性交友软件删掉。我十分听话的照做了。
我俩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。他说话间的语气虽然总是看话的，但我却一点不觉得冒犯。可我总觉得还有个事儿不对劲。没错，他没给我照片，我给了他好几张了，他却一张都没给我，这不公平。我爱听后直接给我发了段语音：放心，丑不了，配得上你这个小天鹅，明天就见到了。Y 那边有点嘈杂，但没有盖过他懒洋洋的声音，而且他说话时尾调微扬，很容易把人鼓住。我揉了揉泛红的耳朵，有些疑惑。明天见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正反复听着他这句语音时，舍友突然爆发出一句：卧槽！怎么了？冉冉，七言脱单了啊！我失恋了，我半天没反应过来七言是谁。哦，是体育系那个细草，8块腹肌公狗腰，配上一张渣男脸，追他的男男女女能排出大学城，妥妥的天之骄子。我在学校偶然碰见过他几次，除此以外便没什么交集。看着呜呜哭泣的舍友，我还是温声安慰着，说不定明天就分了呢。应该分不了，据说七言和他暗恋好久的白月光在一起了，刚刚在聚会时直接炫耀呢。呜呜，我小小的震惊了一把，原来长了渣男脸的人还这么专一啊！我万分感慨，低头就把这个八父告诉了我的网恋男友 Y 几乎是秒回。Y 怎么小天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没，就是觉得长了渣男脸的人竟然不是一个渣男。Y 由于我和丫聊到大半夜，第二天成功起迟了，好在上午没有课，我便和舍友慢吞吞的往食堂走去，准备干饭。我坐在空位上，一边等着舍友去点餐，一边构思今天写文的细纲时，身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：梦然学长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萌萌的抬头，就看到一个马杆学弟兴奋的站我面前，头发油光可见，跟被牛舔过一样，目光异常灼热。我内心哀嚎2声，又来了。只见这位学弟不顾食堂里众多同学异样的目光，大声和我表白：学长，我从大一就喜欢上了你，我为了你成了男同，我不怕世俗的眼光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能不能做你的男朋友？我礼貌的扯了扯嘴角，不能，抱歉，我是直男。说完我就想起身换个座位，可这学弟看我要走，急了，直接把我堵在桌前。学长，我不信你是直男，我能看穿你的脆弱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吧。让开，你答应我就让。说着他还想抓住我的胳膊，我的眉心骤然蹙起，想给他一拳。忽的，这位学弟的胳膊就被人狠狠扭住，然后整个人被扔了出去，摔在地上发出哀嚎。敖一与此同时，一道懒散却带着寒意的声音在我身前响起：他让你滚，你没听见？我懵了下，抬眼看向来人，肩宽背阔，眉眼疏散，是七言。七言是那种自带冷感的人，那张俊脸面无表情瞅着人时，瞬间让人后脊梁发麻。马杆学弟犹豫的看了我几眼后，就连滚带跑的走了。我看着转过身的男生，温声道谢：谢谢同学。七言啊，我叫七言。七言一边逆着我，一边慢条斯理的介绍着自己，那个眼神有几分我看不懂的意味。我抿了抿唇，刚打算再道谢一次，七言却说：有事儿，先走了小天鹅。说完他就朝着不远处的几个男生走去。几个男生贼兮兮的看着我，然后不知道打趣着七言什么，被他直接踹了一脚，懒懒散散的，吊儿郎当的。小天鹅，他怎么也这么叫我？而且他的声音有点点耳熟，我好像在什么时候听到过。我慢吞吞的坐下思索，这时舍友就端着餐盘回来了，他只来得及看到七言的背影，帮我谴责了几句马杆学弟后，
舍友开始哀怨不已。哎，我竟然错过了和七言面对面的机会。然，祭草他身上香不香？我摇了摇头，埋头吃饭。我没注意，一边听着舍友的感慨，我一边摸出手机。刚刚有人也叫我小天鹅。网恋男友秒回：那你喜欢我这样叫你，还是别人叫你？秉持着谈恋爱就得懂事的原则，我虽然害羞，但还是从善如流的回复。你这句话似乎让我的网恋男友龙心大悦，直接给我发了520元的红包。我退款，他又继续发。来回几次后，我有些手足无措了，立马询问恋爱军师舍友。网恋男友给我转了520元，我该怎么办？舍友乐了，收下啊，然后说一句骚话，拉近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什么话？比如谢谢老公，老公么么哒，你只要一这么叫，哪个男人都会兴奋的，有点没节操，但是还真有点道理。我静默片刻后，红着耳根点了几下键盘。当天我收到了小4位数的转账，看得出来网恋男友十分高兴，也十分有钱。我暗暗啧舌片刻，最后还是全部赚了回去。这一出让我当天写开车部分的段落时文思如泉涌。当天维维写了1万字豪车发出去，收获读者的一堆礼物和评论区好评。今天公聊授的桥段有点小霸道，爱了。昨天看到某段车时差点气闻，还好今天不错，我满意的抱着手机。看来网恋真的能让我写文进步。想到这里，我开心不已。这哪是我的网恋男友啊，这简直是我写文路上的指明灯啊！不就是叫几声老公，然后撒个娇吗？不是难事。好心情持续到第2天上选修课时，我和舍友走进选修教室时，已经只剩下第1排空着。这似乎是大学生上课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，我俩只好无奈坐了过去。正低头听着舍友和我讲着某件八卦时，后排的女生忽地骚动了片刻。我下意识的抬头，就发现七言和一个男生走了进来。今天天气冷，他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，衣领高高拉起，整个人懒洋洋的。我刚想收回视线时，他就看了过来，目光黑沉沉的，然后抬脚就往我这个方向走。旁边舍友发出几声压不住的尖叫。妈呀，他是不是要坐到咱俩身边了？大概是的，我低下了头，主动给我的网恋男友发了条：老公早安。美好的一天从网恋找灵感开始。皮叮咚，身边的凳子被人拉开，伴随着一声手机收到微信的提示音。我怔了下，咦，还挺巧。我没多想，慢吞吞的收起手机，准备和七言打着招呼。人家昨天救了我，我要是装高冷的话，显得有点没良心。刚准备侧头问好时，就听到七言轻笑了一声，滴滴的，很好听。似乎是因为手机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。我余光瞥到他慢条斯理的在键盘上打着字，指骨明晰。他发什么？我出于礼貌没注意看，只是看到他点了下右下角发送。下一秒，叮咚，我的手机紧接着就响了一声。我垂下眼眸，解锁屏幕，发现是网恋男友 Y 的回复。早，宝贝。我捧着手机的手像是被某些字眼烫了下，热意从手快速窜到脸上，半晌不知道回什么。这时旁边的七言忽的用笔轻戳了戳我的手，我忙不迭把手机锁屏，偏头看了过去。七言怎么了？七言微一挑眉，语气略带揶揄。小天鹅，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。我不好意思的抿抿唇，没有，正想因为昨天的事情再和你道谢来着。哦，只是口头道谢吗？我顿了顿，从包里掏出一罐没拆封的可乐递给他。请你喝饮料。七言睨着我，片刻后勾着唇接了过去。只不过他伸手拿饮料时，指尖似乎不小心擦过了我的手心，痒痒的。成，我还挺爱喝。男生眉眼微弯，直接单手开罐喝着。
怎么看怎么有点骚。我收回视线，把刚刚的事情发给我的网恋男友，最后感慨了一句：科学研究表明，大早上喝可乐容易杀精。他可真是一条汉子。老公，你大早上喝可乐吗？旁边七言的手机滴了半天，就在我想提醒他该静音上课时，他却突然干咳了2声。我狐疑的看过去，发现他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紧紧的捏着那罐可乐。然后他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唤了我一声。梦然。没事，就是想说一下，我其实并不爱大早上喝可乐。听着他这带点咬牙切齿的语气，我萌萌地点了点头。之后的那节课，选修老师突然按照座位分了小组，用来每次上课一起讨论。我就稀里糊涂的和七言成了一个小组里的人，交际不可避免的增多了起来。七言顶着那张渣男脸总是懒懒散散的，甚至时不时逗弄我2句，但我毕竟和歪网恋着，也只是礼貌的应2句。高冷人设无坚不摧，可七言却不在意，就是每次笑得有些莫名。那段时间我和歪的关系也更亲密了几分，虽然我没见过他本人，但是偶尔听听他的语音，都能幻想出他应该是个很恣意帅气的年轻男生，爱鞋，爱打篮球，运动能力强，甚至很受欢迎。他会时不时给我分享个新买的5位数球鞋图片，不经意间暴露了他优越的衣品和家境。也会得知我忙着学习没来及吃饭时，直接给我点份外卖，还都是我爱吃的。某次我疑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？他隔了一会儿才说话，你告诉过我。我说过吗？说过。我有些狐疑，但很快被 Y 的另一个话题带过。2个礼拜下来，我都感觉似乎真的有了个心意相通的男朋友，而不是网恋男友。而托 Y 的福，我都纹上了花式的好几个榜单，收藏数咔咔的涨着。秉持着吃水不忘掠锦人的原则，我某天晚饭后主动给网恋男友 Y 发了个表情包。Y 隔了一会儿才回我，刚在打球了，怎么了？我红着耳朵尖开始献殷勤。老公，我也给你订个外卖补充下能量吧。想要我地址啊？怕被误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变态，我急忙想说他点了我报销也行。哪成像 Y 直接给我发了串地址过来，某某市某某大学南寝3栋。我刚要复制地址的手一顿，咦，网恋男友怎么和我一个大学？还是我隔壁宿舍楼的？网恋男友是我校友的事情，让我如遭雷劈。好半天后，宕机的脑子才恢复运行，艰难整理出了点头绪。所以 Y 在看到我照片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谁了，还知道我的外卖地址。内心崩溃的哀叹一声，我慢吞吞的把脸埋在枕头里。完了，平时的矜持高冷人设要崩了，明天的学校超话和贴吧估计就全是我被迫出柜的吃瓜贴了。其他同学会怎么看我呢？小天鹅，我那爱的外卖呢？半个小时了。我臊着脸，带着点控诉意味的质问他。原来你是我校友，所以你看到我照片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谁了吧？你答应我网恋是不是有其他用意？ Y 静了片刻，才悠悠给我甩过来一张截图，一张满是好友申请的截图，密密麻麻的好友申请，从头像看有男有女。男神，给个机会约吗？验证消息一个比一个露骨，甚至有的都不堪入目，好像在说，看我这么受欢迎的人有什么理由玩你呢？这下子我更懵了。我捧着手机回过神后，探头问着正在看电影的舍友，咱们学校男女通杀的男神有哪些？舍友立马暂停视频，兴奋的给我总结。物理系的江凯，他境遇高冷，我看见他都恨不得跪下唱征服。数学系的周毅然，花心大萝卜，除了渣没缺点。还有树莓的大佬王琦，不过他早就不是单身了。对了，还有七言，真正的男女通杀，但是却为了白月光女友洁身自好。我快速思考着这几名高质量男大学生是 Y 的可能性。最后
把目光不确定的定格在了七言身上。Y 叫我小天鹅，七言今天在食堂也叫我小天鹅。Y 住隔壁寝室楼，七言好像也在隔壁楼。每次选修课时，我只要给 Y 发消息，旁边七言的手机一定会响，甚至我总感觉他的声音和 Y 有几分像。这种种巧合让我倒吸数口凉气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！我按捺住震惊之情，艰难地问了舍友一句：那你觉得七言暗恋我的可能性有多少呢？舍友一怔，随即猥琐地笑了几声。可能性有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被拿捏得很惨。学校超话里置顶的微博，你最好去看看。我狐疑的进入学校超话，一个名为七言的哪项能力最牛逼的微博被超话主持人加精，热评第一是4个大字：持久能力。这条评论的楼中楼盖了上千楼，每一条都相当没有下限，听取鸡叫一片。我生无可恋的把手机收起来，要不还是连夜退学算了。可电光石火间，我忽地想到一个事情，眉心蹙起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些男生现在都有女朋友了吧？七言和白月光在一起了，那3位男生有女友的消息也在学校吃瓜群里反复传播着。有舍友这个大喇叭在，我都有所耳闻。总不会某个渣男一边和女生谈恋爱，一边又和我网恋吧？那一刻，我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小三了。有了这个操蛋的想法，我那2天和网恋男友聊天时都不太想叫他老公，甚至一度想拉黑这个人，心情烦闷不已。但是又怕他暴露我的性取向，引起同学们异样的对待，只好虚与委蛇的应付着。由此带来的一个后遗症，就是我写文时的开车水平再次跌了下去。评论区骂声一片，今天这车又干又柴，看得我直接地铁老人看手机。这是排行榜的文，弃文了。作者之前估计是找枪手写的吧？作者你实在不行，改行掏粪吧。在我焦虑的时候 ，Y 却依然时不时撩拨我一下。不行，我必须得扒下 Y 的马甲，不然这文我是心乱的写不下去了。可还没来得及行动，舍友的登山社要搞一次野外露营活动，可带家属或者朋友。舍友便邀请我一起去。然然，你真不去吗？我感觉你这2天心情不好。这次登山社热闹了，七言、江凯、周毅然是社团的，肯定都要去。听说王琦的女朋友也要带他去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都没有人陪我八卦看帅哥了。本来我想拒绝的，但是舍友的这句话让我立马精神一振。那4个男生都在，这不就是我试探谁是 Y 的最好时机吗？到了去露营的那天，我特意戴了副眼镜，准备好好观察谁是那个大渣男。和舍友背着书包上了大巴车时，我礼貌的和几个相熟的同学打着招呼，余光快速掠过那几个长得不错的男生。除了七言还没来，那3位几乎都和自己的女朋友坐一起。我坐下后赶紧掏出手机给 Y 发消息：早呀早呀，王琦的手机没响。我今天要和舍友出去玩，周毅然的手机也没响。你呢？江凯的手机滴了一声。我立马竖起了耳朵，心里一揪，趴在前排椅背上开始观察。只见他解锁手机，点进微信，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旁边的女友。我隐隐约约听见他说的什么其他东西。你上次让我问的事情有回复了。我看看，我不信邪，又低头发了条。这次江凯的手机没响，甚至都没弹出新消息，他依然和女友甜蜜着。那就只剩下7集。之前七言和 Y 的那几分相似模样再次涌上心头，他的可疑性直线飙升。忽的，座位旁站了一个人，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眉眼疏散，正是我脑子里的主人公。不知为何，他的脸渐渐和我心里幻想的 Y 对上了脸。梦然，在想什么？在想你。这话一出，这一片都死寂了片刻。我立马咬了咬自己那不听话的舌头，企图解释。七言却蓦地笑了。
怎么听着跟暗恋我一样？我木着脸，不知道怎么接这话。所幸周围人只是当个乐逗了2句后，就不再关注我俩了。戚言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和我隔着一条不宽的过道，视线时不时飘过来一下，搞得我本来就骚得慌的脸差点破防。舍友在旁边戳戳我，小声问道：“然然，咋回事？你啥时候和戚言这么熟了？竟然还想他？”没，就是刚刚在想事情走神了。嗷嗷，舍友也没多想。戚言在旁和人懒洋洋的说了几句后，便和颜浅眠了。我想给 Y 发试探消息的动作一顿。不对啊，我应该直接对比一下他们的微信号不就行了吗？我赶紧压低声音和舍友说话。你有戚言微信吗？啊？我怕戚言刚刚误会，所以想解释道歉一下。但是车上人多，所以还是微信解释吧。我没有，但是社团群里有，我给你截图。舍友很快就把戚言的微信资料页截图发过来。看着资料页那分外熟悉的头像，我的心跳渐渐加快。接着，我慢吞吞的把他的微信号复制到添加联系人那栏里。1秒后，界面跳出一个已有联系人。喂！大巴车达到露营点时，舍友在整理座位上的垃圾。我起身去探头顶的行李，可能177的身高还是差那么点意思，再加上舍友的行李箱有点重，我有些不好使力，眼镜都差点滑下来。这时，身后贴近了一个人，清冽的气息直接顺着我的后脖梗蔓延到鼻尖。隔着礼貌距离，他直接单手帮我拎了下来。我扶了扶眼镜，抿抿唇，瞅了眼戚言。谢谢。说完也不去看他什么反应，直接帮舍友把行李箱往车下拎。也不是我耍脾气，这搁谁身上都不得尴尬的抠出3室一厅啊。更何况戚言前不久才和白月光在一起了，却又和我这个男童搞到了一起，所以我就得找机会和他掰了这段网恋。我叹了口气，闷头拎着行李箱往下走着，但总感觉脊背上落着一道似有若无的视线。搭好帐篷后，登山社的同学们开始爬山。我体力有点弱，便和几个同学留在原地守着。看着 Y 给我发的好几条消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，只能一个人 M。 等天快要黑时，众人都返回营地，准备来个野外烧烤。我不会烤，便主动去倒垃圾。走到营地边缘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7级，他爬山爬得挺认真，末发微微汗湿低垂着，面前站着一个娇滴滴的女生，正面目含羞的说着什么，典型的告白现场。而戚言姿势闲散的倚靠着一棵树，表情却十分淡漠。有了女朋友还这么吃香，这个看脸的世界还能不能好了？忽的，他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扭头直接朝我看来，眼里骤然泛起不知名的情绪。我直接移开了视线，拎着垃圾换了个方向。可没走2步，身后就传来一道脚步声，不远不近的一直跟着我。在相对暗一点的露营地周边有些伪人。我叹了口气，直接停下脚步，有些愤愤的扭过头看向戚言，直接呛他，跟着我做什么？总不会你暗恋我吧？戚言眉心微挑，用他的鞋尖轻轻碰了碰我的鞋尖，万分揶揄却又有几分小心试探。不行吗？我异业，渣男都是这么见人说人话，见男童说鬼话吗？我绷住有些发烫的脸，忍住把手里的垃圾扣他头上的冲动，一会儿我就拉黑他。戚言，你都有女朋友了，这种开玩笑的话还是少说吧，不然别人会误会的。误会什么？误会你，误会我是男童。我一言难尽地点点头。戚言不甚在意的笑了笑，可我本来就是啊。之后的烧烤时间，我一直待在舍友旁边，恍神不已，兜里的手机时不时响一下，我都不敢看。直到饭后，众人要玩个游戏，真心话大冒险。
聚会必备的俗气游戏，再加上一群年轻男女，游戏氛围颇为暖媚。七言被抽中真心话时，有女生立马害羞的问：七言，你有女朋友的事情是真的假的啊？七言很快回应：假的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们胡说的。几个女生兴奋了。这时七言又慢条斯理的补了一句：但是有男朋友。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瞠目结舌。我的手一下子攥得更紧了。他竟然当场出柜，头也太铁了吧。他的朋友震惊过后询问：严哥，你不是上次说和白月光在一起了吗？对啊，是和男白月光在一起了，最近正网恋。说完，他撩起眼皮，悠悠的看向懵逼的我。七爷那张脸十分受欢迎，所以和他表白的男男女女都很多。但是他对男生表白的厌恶感很明显，甚至大一军训时有个艺术系的男生骚扰他，差点被他揍了。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默认他是纯直男，所以他现在直接这么一承认，炸裂程度堪比火星撞地球。众人反应过来后，立马尴尬的转移着话题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仿佛刚刚七言只是说了一个今晚天气挺好的玩笑话。七言顶着各色的打量视线，却依旧淡定漠然，那境界简直一骑绝尘。我低着头避开他那灼热的视线。游戏结束后，就匆匆和舍友钻进帐篷睡觉。听着舍友小声巴复着七言刚刚的事情，我脑子里依旧一团乱麻。所以七言早就知道和他网恋的人是我，所以他的白月光也是我，所以他喜欢我。黑漆漆的帐篷里，我的耳根骤然红得彻底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次日醒来后，众人搭乘大巴返回学校。我偷瞄了眼侧前排的漠然男生，然后掏出手机。从昨天真心话游戏过后，七言就再没给我发消息，似乎他在等我回应。他像只处心积虑又好整以暇的食肉动物，我像个畏缩弱小的食草动物，被他玩味的咬住后脖梗，无力的扑腾。他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也知道他知道了。这种带着点坏意的试探，让我从尴尬到羞愤，再到想揍他，但拉黑的按键却迟迟按不下去。最后临下车时，我愤愤的给七言发了条微信：老公，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体育系系草那双5万块钱的鞋是假的。发完没等他回复，我立马拽着舍友下了车。这种喜欢买鞋的男生估计会气疯吧。心里的郁气顿时消散了大半。接着舍友说他去食堂买饭，我就自己拎着行李箱准备进宿舍楼。刚走没2步，就被人堵在了寝室楼外的一个角落里。同时一道咬牙切齿的熟悉声音响起：来近距离看看你老公的鞋到底真不真。七言比我高半头，身板也比我宽一圈，所以这么堵住我冷笑的时候，我的后脊梁直接窜起一股不安感。我也是个男人，立马感觉到了压迫感，直接想抬手推开他，结果还没推，七言就自己直起了身子，拉开一道礼貌的社交距离。他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没忍住直接瞪了他一眼：七言，你想干什么？追你啊！我更羞愤了。我觉得没什么追的必要。那你就是答应和我网恋奔现了？我愕然。谁答应了？七言觑着我，眉眼微敛。梦然，那我单方面追你可以吗？一向懒散漠然的男生突然这么认真起来时，颇有几分蛊惑人心的意味。我慌乱的移开头，拽着行李箱就走。走了10来步，还是停了下来，回头看向仍站在原地的男生。可以。说完，我就看到刚刚还有几分落寞的男生瞬间眉眼舒展。舍友拎着饭回来时，兴奋的和我八卦：我刚刚看到七言在咱们宿舍楼下呢，笑得可温柔了。也不知道是等哪个男生，会不会就是他那个白月光啊？我打开饭盒的动作一顿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问了句话：你知道他白月光的事情吗？
知道啊，七言大义军训完就说自己有了白月光，很多人要么不信，要么就下意识的以为是个女生，结果却是个男的。我跟你讲，冉冉，不出意外，七言的性取向已经在学校超话和各个吃瓜群爆炸了。尤其他跟他白月光网恋的事情，更是哀冉冉，你最近不是也在网恋吗？舍友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顺嘴问了我一句。我塞了口米饭，低头含糊的说了一句：那啥，我好像就是七言网恋的那个白月光。当天我在舍友的刑讯逼供下，把与七言网恋的抓马事情和舍友简短说了下。舍友听完后，只是揶揄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蓄谋已久的男生一般都有点不做人哦。我把脸埋得更低了。我也不傻，我都答应了让他追我，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因为我并不讨厌七言。在得知Y是七言后，我即使觉得尴尬，但更多的是心里那点难以言喻的小开心。如果是七言的话，似乎也不错的。梦然，明天要来看我打篮球吗？我慢吞吞的回了一个字。好。24日结束下午的课后，我去买了2瓶水，便去了篮球场。不知道体育系的男生是不是体力都非常好？我记得和七言网恋的那段时间，他经常就在打篮球。我捏了捏自己那没2两肉的胳膊，又看着场内正朝气恣意的男生，悻悻的撇了撇嘴。许是我的目光过于幽怨，刚投完一个3分的男生忽的抬头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，引得我周围的小林和美女们兴奋的直挥手。可七言之看着我，我只好抬手也挥了下，他才勾了勾嘴角，继续打球去了，像只听话的大狗。旁边的围观群众开始小声讨论：你们说七言的男白月光是谁？不知道，但是今天体育系和数学系篮球决赛，那白月光肯定会来看的吧？一会儿他接了谁的水，谁就是呗。你们看，梦然也在看球。梦然这种高岭之花直男怎么在这儿？我攥着手里的2瓶水，有些踌躇了。照这个情况，我一会儿要是去送水，下一秒所有人就知道我的性取向了吧？这让我有些紧张的直抠手心。很快，球赛结束，七言他们专业赢了比赛。一群5大3粗的男生兴奋的抱在一起庆祝。七言敷衍了几下后，顶着围观群众的各色视线，直接朝我走来，坚定热切。我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七言在我面前站定，运动过后的热气朝我扑来。奇怪的是，并不难闻。梦然，我的水呢？哦，我从包里掏出1瓶给他，根本不敢用于光扫周围人那震惊的视线。只知道七言笑得更开心了。我和七言开始了暖妹。他追人的方式强势又温柔，不会让人反感，只会让我脸红心跳。那段时间，我写文的水平再次拔高。不少读者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，我没回复。那之后，关于我性取向的问题也在学校热闹了几天。不少之前被我拒绝过的男生开始死灰复燃。只是一看我身边的七言，他们就又摸摸头，悻悻的走了。可终究还是有一个莽夫，那位马杆学弟。他某天突然把我堵在了一个路口，彼时的我正满心欢喜的等着七言打球完来接我去吃饭。梦然学长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直男，现在的我10拿9稳，就差你1吻。学长，要不要和我谈恋爱？我有的时候真的想报警。这次实在扯不出礼貌的微笑，我直接转身。抱歉，我还是接受不了男生。那七言也是男的啊，你怎么每天和他在一起啊？我不耐烦的顺嘴呼了一句。他不一样。说完，我自己都有点懵逼。他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呢？这时，打完球的七言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他眉心一挑，还没说什么，马杆学弟就立马主动滚蛋了。七言这才偏头问我可听见你刚刚说的话了，你说我是不一样的。梦然，我哪里不一样？我看着他灼灼目光下隐藏的紧张之意，
缓缓开口，好像是最特别的一个。我没谈过恋爱，但是按照我个人的理解，这种不一样应该可以定义为一种情感。七言声音哑哑的问我，什么情感？喜欢。那一刻，七言的眸子里炸出亮光，亮得我没忍住也跟着抿嘴一笑。当晚我最新一同的评论区，有读者再次问我，作者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最近感觉车戏有了大进步，我回复谈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这本写到高潮部分时，有读者又问了一个问题，作者最近开车水平简直是突飞猛进，是不是爆班了？我看着某人不知何时在下面回复了一句，我亲自教的。正文完，番外，七言视角，我是个直男，至少在大学前都是这么认为的，直到见到孟然。那是大一军训结束后休息的一天，天气突然阴得吓人，跳脱的舍友哭天抹泪的，非让我拉着去陪他学校超市买些日常用品，甚至不惜叫我爸爸。突然多了个好大，我也没推辞，随手扣了个鸭舌帽便跟了出去。没成想从学校超市出来时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即使拿着伞，估计也会被淋湿。我和舍友就在超市出口处等着，不少人也被困在了这里。人一多，一时间空气都闷得可怕。我顶着一些打量的视线，眉心微蹙。这时，舍友呼了呼我的胳膊，贼兮兮的压低声音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看那个男生，就穿白衣服的那个。”我掀起眼皮，朝着他指的方向看去。一个穿着白色短袖的清瘦男生正看着超市出口外的大雨，下巴抬起时露出纤细修长的脖颈线条，眉眼晕在水汽里，透露着无限遐想。舍友在旁兴奋地说道：“他是文学系的孟然，军训的时候，他的照片甚至比你的热度还高。”是吗？当然了，你知道咱们体育系多少男生开学第一天为了他当场变弯，然后追着问他要联系方式吗？结果人家嫌弃的来了一句：“直男，和你一样招蜂引蝶。”哈哈哈！咱隔壁宿舍的二黑昨晚跟女鬼一样哭了一晚上，就是因为孟然拒绝了他。哦，我有些意兴阑珊的收回视线。舍友依然八卦的用胳膊肘戳了戳我。阿言哥，有没有觉得它像一种特别高贵的动物？像什么来着？小天鹅。我淡淡的开口补上了他的话。没错，舍友拍了下大腿，嗷了一嗓子，把聚集的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来，包括孟然。他也好奇的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，我不自觉的挺起了脊背，拎着购物袋的臂膀微微用力，像极了孔雀求偶时开屏的样子。等我再次看向他时，却发现他早已收回视线。当晚我们班进行了一次聚会，用来培养同学感情。酒后，有相对熟悉的同学笑嘻嘻的问我，我替隔壁音乐系、美术系、教育系的妹妹们问的哈，严哥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你小子啥时候和这些妹子联系上了？联系方式推老子！别吵吵，听严哥的回答啊！我垂下眸，视线落在正冒着冷气的果盘上。哟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只不过他是直男，我却为他变弯。众人以为我喜欢哪个女生，我笑了笑。所以大二的某次朋友聚餐时，当我看到舍友给我弄的网恋软件里突然蹦出孟然的自拍，我差点没握住手机。严哥你咋了？不会我刚刚大冒险给你随手画的同性网恋对象不会给你发裸照了吧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滚一口 L 去！我拨开舍友，心跳很快的回了条消息：喂，继续网恋，不准分手。